一向不待见我的婆婆，在一次车祸中高位截瘫。得知消息，我丈夫和狐狸精跑了，小姑子退避三舍，不肯伺候瘫痪老人。可怜的老太太躺在床上无人照拂，我于心不忍，为了照顾她和孩子，终身没有再嫁。老太太不堪忍受折磨，爬向煤气罐自杀。可谁都不知道，老太太死后重生了，重生到她出车祸的那一年。稀松平常的一天，小姑子方圆圆大摇大摆地躺在沙发上，看着电视哈哈大笑。她离婚后一直赖在娘家不走，什么活都不干，成天好吃懒做的等着人伺候。此刻，他儿子亮亮正抓着我闺女的小天才电脑不放，还作势要砸。我闺女甜甜一个箭步跑上前去，拿过自己的小电脑，牢牢护住。你干嘛？我要玩。亮亮看见电脑被拿走，两个孩子争执起来。不要，你要玩就好好玩，这是妈妈给我买的礼物，你该把它弄坏了。甜甜带着哭腔说。亮亮见争执不下，张口就使劲咬上甜甜的手，甜甜被咬得嚎啕大哭。我听到动静，连忙擦干手从厨房走出来。亮亮抢过了小电脑，他得意洋洋地冲着沙发上躺着的小姑子说：妈妈，我抢过了，我厉不厉害？方圆圆大为称赞，我儿子就是厉害。我连忙护住女儿，皱着眉对他们说：这是甜甜的，你们要玩可以，得经过甜甜同意，况且你摔她干嘛？亮亮冲我翻了个白眼，跳上沙发，躲在了小姑子的怀里。怀里的女儿抽噎不止，小手被咬出了一个深深的痕迹。亮亮，把东西还给姐姐，你要给姐姐道歉。我强忍怒气，好声好气地说。亮亮恶狠狠地盯着我，就是不吭声。小姑子也懒得看我，一直盯着电视屏幕。这4年积压的委屈和无视一下子击溃了我，我窝囊，还要连带着女儿跟我一起受委屈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我火气一下子窜了上来，揪住亮亮的领子就把他往地下拎。道歉，你是不是不会说话？亮亮被吓得哇哇怪叫。哎，叶青，你发什么疯？你敢动我儿子？小姑子见儿子被我拎着，像个母狮子就朝我扑过来，要挠我的脸。我毫不手软，抬腿照着方圆圆的腹部就是一下。我常年买菜做饭洗衣服，简直就是方家的再生保姆，练就了一身的力气。娇娇弱弱的方圆圆可不是我的对手。你个乡巴佬，你敢打我？妈，哥，叶青要杀人了！方圆圆被我踹倒在地，杀猪般的哭嚎了起来。我手里拎着的亮亮正龇牙咧嘴，使劲把小电脑摔在了地上。你不让我玩，他也别玩了。你不是不会教育孩子吗？我就替你教训教训。我说完，脱下亮亮的裤子就要打屁股。一时间屋子里哭嚎声不止。吵什么？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，是我的婆婆纪红英。她是个十足的女强人，公公早逝，独自拉扯着一双儿女长大。我大学毕业后就和方正结婚，嫁过来4年，可婆婆始终对我不冷不热。他们家有点小钱，婆婆瞧不上我农村人的身份，百般阻挠。我爱方正，为了她，我答应了婆婆的无理要求，一直没有去上班，尽心尽力地伺候这一大家子人。现在我没有工作，平常不化妆不打扮，丈夫对我的态度也逐渐冷漠。看着婆婆出来的身影，我内心拔凉，她肯定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我，然后护着她的宝贝女儿和外孙子。我攥紧了拳头，内心已经做好了豁出去的准备，大不了就离婚，老娘不伺候了。这是怎么了？电脑怎么碎了？看着这场景，婆婆皱着眉头道。小姑子和亮亮像找到救星一样，连忙躲在婆婆身后控诉我：妈，叶青疯了，她打我，完全是往死里踢我。姥姥，我就是想玩电脑，他们不给我玩，这个疯女人还要揍我。我闭了闭眼，你们怎么张口胡说？明明是你们有错在先。婆婆打断我，行了，道歉。果然啊，我气急了，大喊道：凭什么？老娘不伺候了。我越喊声越小，因为我发现婆婆是对着方圆圆他俩说的。方圆圆眼睛都快瞪出来了。妈，你疯了吗？你要我和亮亮跟这个乡巴佬道歉？我愕然地站在原地，完全忘了动弹。叶青是你嫂子，你一口一句乡巴佬是教给谁听呢？你道不道歉？婆婆瞪向方圆圆，婆婆一向宠爱这个小女儿，平常方圆圆对我呼来唤去，她都是冷眼观看。我不，凭什么？你是不是我亲妈？竟然偏帮着外人？好，婆婆冷笑道，四处搜寻着武器。甜甜机灵，见事情发展的出乎意料，从电视柜抽出鸡毛掸子，递给了婆婆。婆婆一把抓住亮亮，拽下她的裤子，把她摁到沙发上，拿起鸡毛掸子就抽向了她的屁股。你道不道歉？你妈就把你教成这样，摔别人东西还有理了。婆婆边打边吼：啊，妈妈救我，好痛啊！亮亮痛哭流涕。方圆圆也上前拽着亮亮儿子，妈，你真下狠手啊！婆婆一把把方圆圆推开，吼道：你起一边去，我揍完孙亮亮，下一个就是你。妈，我和女儿目瞪口呆地看着，婆婆还在起劲地揍。道歉，你哑巴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摔东西了。我说你摔东西了吗？你该跟谁道歉？姐姐和舅妈，我错了，我再不敢了啊！亮亮嗓子都哭哑了，婆婆才松开她，转头对着方圆圆威胁道：你都这么大了，赶紧道歉！你刚才叫谁乡巴佬？你也不想我抽你屁股吧？见方圆圆还是不情不愿的样子，婆婆一把揪住了她的耳朵，那手劲儿完全是往死里拧，我看着都疼。你听不见啊？说，哎呦，痛，对不起，你对不起谁？婆婆恨铁不成钢，抽了方圆圆好几下。嫂子，对不起嫂子，我再也不这样了。婆婆看着我，眼神里似乎带了些讨好。行吗，小青，你接受道歉吗？我僵硬的点了点头，婆婆才松开他俩。方圆圆一得到自由，忙不迭地搂起嚎啕大哭的儿子，躲回了屋子，边跑还边嘟囔着。不知道谁一开始说她是乡下人。随着门砰的一声关上，剩我们3人尴尬地站在客厅。婆婆局促地搓了搓手，小青，你别介意，以后谁再欺负你，你就和我说，我揍死他。我抿唇，不太适应婆婆的变化。谢谢妈，以前是妈做的不对，妈保证以后像亲闺女那样疼你，你能原谅妈吗？我还未出声，婆婆就自言自语道，
算了，不急这一时。随后婆婆低头笑了，蹲下慈爱的抚上甜甜的额头，小心肝现在长得这么可爱呀。奶奶以前都没好好看过你。甜甜水汪汪的大眼睛里都是不解，好似在奇怪奶奶变化怎么这么大。我的乖孙女，没吓到吧？奶奶重新给你买个电脑，现在就去。随后不由分说的拉起甜甜就走，这么急？小青，走，咱一起去买。可是我环顾一片狼藉的客厅和厨房里未做的晚饭，犹豫的开口，方正一会儿下班回来吃什么呀？还有方圆圆不会做饭的，别管他们，饿死拉倒，饿死省心。婆婆冷哼一声，拽着我和甜甜出了门。过马路千万要看车，婆婆一路碎碎念。商场里，婆婆大步走在前面，我和甜甜走在后面，亦步亦趋。上一次逛商场，甜甜非常喜欢这个小电脑，婆婆却不给她买，还呵斥她不懂事。我没有钱，方正的工资也不归我管，我心疼女儿。甜甜被摔碎的小电脑是我每晚熬夜写小说攒的钱。进了儿童专卖店，婆婆连忙凑到甜甜跟前，想要哪种小天才电脑，奶奶给买。甜甜扑闪着大眼睛看向我，别看你妈妈，你喜欢哪个？说出来。婆婆耐心的指引，我喜欢粉色的。哎，这才是我的乖孙女，导购员要粉色的最好的小天才电脑。婆婆赞许的摸着甜甜的头，小姑娘就该这样，喜欢什么就大大方方说出来，你做得很好。我站在后面彻底凌乱了。从前婆婆嫌弃甜甜不爱说话，说她小家子气，在大家的冷眼和漠视下，甜甜能开朗才怪呢。但她此刻却这么耐心的开导甜甜，这还是我那个刁钻的婆婆吗？捧着新电脑，甜甜开心的笑了，露出了2个可爱的小梨窝。那边婆婆豪气的刷了卡，顶配1万多。导购员在一旁夸赞，你对孙女儿可真好。我抿唇，本来就是她的乖外孙砸的，于是摸了摸女儿的头，心安理得的收下了。我本以为买了电脑就会回家，谁知婆婆出了店就拉住我，对了，小青，你那个旧手机都使多少年了，该换了啊。我愣住了，给我买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啊什么呀，走啊，现在就去买新的。婆婆不由分说地牵住我的手，我错愕地看向婆婆。就在前几天，婆婆还坐在沙发上讽刺我不赚钱，她的儿子自己撑起这个家多么辛苦，全然忘了是她不让我去工作。我小声嘟囔自己手机坏了，被婆婆说是我故意弄坏的，为了买新手机。小姑子在一旁非要买最新款的水果手机，婆婆好声好气地哄她说出了，就立刻带她买。不知道婆婆安的什么心，想到自己也不挣钱，怕她回家又挑我毛病，我连忙挣开她的手，妈，我这手机还能用，修一下就好了，不用买新的。婆婆愣愣地看着我，眼中一抹愧疚浮了上来，是我看错了吗？一向强势的婆婆眼里竟然有愧疚。妈之前说的不对，你是我老方家的儿媳妇，给你买是应该的。婆婆轻声说，不等我说什么，婆婆就去直接给我买了最新款的水果手机，还有电脑。你不是写小说吗？用这个好，人家还赠了咱们护眼仪，对你眼睛也好。婆婆喜滋滋地把包装袋塞在了我怀里。妈，你不是说之前婆婆嫌弃我写小说没出息，现在竟然大力支持我的爱好，过去的不用提了，你只需要知道你喜欢什么，我就支持什么。婆婆坚定地看着我说。随后婆婆带着我和甜甜去吃了人均1000的高级日料，我和甜甜从未吃过。甜甜好奇地打量着端上来的美食，来，小青，小宝贝，这个这么吃。婆婆的褶子都快笑成了个花，忙着为我们服务。妈，今天有什么好事吗？我试探性地问，这又是手机电脑，又是高级刺身，我很难不怀疑婆婆是不是彩票中了奖。可是不对呀，中奖也应该是给方圆圆和方正买啊，算是好事吧，老天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。放心小青，以后这个家妈罩着你。婆婆无不感慨，我听得云里雾里，但好像婆婆变好了呢。回到家已经很晚了，路过玩具店和服装店，婆婆就进去疯狂购物，恨不得把店都搬回来。我在旁边看着卡里不断闪动的余额，看得心惊肉跳。直到我在旁边劝说甜甜明天还要上幼儿园，婆婆这才罢休。甜甜要买冰淇淋，婆婆带她去了，我则是惦记着赶紧回家看看方正有没有饭吃。还没等进门，方圆圆和孙亮的哭嚎声就从门里传来，肯定是方正回来了，正要方正主持公道呢。方正最是疼爱这个妹妹，一定会帮她的。我推开门，手上拎着一堆东西，一进门几个人围坐在客厅，眼睛齐刷刷向我看来。你还知道回来？我和哥现在都没吃饭。方圆圆见我拿的包装袋子，眼睛一亮，随后恶狠狠地说，别以为你们买东西我就会原谅你们。她还以为是婆婆给她买的，连忙抽噎着和方正说，哥，你可要为我做主，叶青反了天了打我。还有妈，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帮着她，还把亮亮打成这样。方正沉着脸道道，叶青一个玩具而已，没有了再买，你这么大的人了还跟着方田胡闹，还打人，赶紧和圆圆道歉，买新电脑了吧，把东西给圆圆。方圆圆一脸得意地看向我，我冷笑，我要是不呢？方正没想到我会忤逆他，他瞪大了双眼，你怎么打的他，我就怎么打你。他威胁我，扬起手，看着眼前这个我心甘情愿跟了7年的男人，纵使巴掌没落在我身上，我的心也凉透了。不都说好的家庭关系，主要是看男人是不是个省心的秤砣吗？对于家里的关系，他永远在和稀泥，他是我和女儿最亲近的人，但他的心却从未向着过我们。举了半天手的方正见我始终挺着胸脯不从，尴尬的要放下手，说内迟快，一道身影从我身后穿过，随后一道清脆的巴掌声响起，方正的脸上落了一个通红的五指山，用劲之大，我都能感觉到掌风，打得方正后退了好几步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妈，你干嘛？方正震惊地喊道。我才看清是婆婆带着甜甜回来了，婆婆叉着腰，中气十足地吼道，打女人？方正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，竟敢打小青？我没打，
我就是吓唬吓唬。方正无奈的解释。婆婆上前又是清脆的一巴掌，吓唬也不行，这是你亲媳妇，你要造反啊，不是你说媳妇要收拾才听话吗？方正小声嘟囔，就是不收拾迟早要反了天了。方圆圆在一旁帮腔，我之前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啊，你忘了你要娶她的时候是怎么跪在我面前保证的？你忘了天天谁给你收拾的舒舒服服，供你这个祖宗？你这些年洗过一次衣服，做过一次饭吗？婆婆越喊声越大，这么好的媳妇你不珍惜，我让你吓唬，我让你吓唬。婆婆边说边往方正身上招呼，方正被打得缩个脖子，大气都不敢出。还有你，我刚才怎么教育的你？你就这么和你嫂子说话？婆婆打完方正，转头又教训小姑子，哎呦，别打了，妈，我错了。兄妹二人被收拾得服服帖帖，哭天喊地。我领着女儿站在门口看着维护我的婆婆，好吧，起义的事太多，也不在乎多一件少一件了。婆婆也打累了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以后这个家叶青第一，谁再敢对她不好，先过了我这关。还有叶青以后不用做饭和收拾家务，全交给你俩。可是她又不上班，不等他们出口反对。婆婆眼睛一瞪，没有可是，谁敢不执行？知道了，那能不能把手机和衣服给我了？方圆圆心不甘情不愿地说，做事要拿。我下意识看向手里崭新的袋子，婆婆一把打掉了她的手，谁说这是你的？这是给叶青的，离婚了1天班都不上，还得靠我这个老娘养着你，明天痛快给我找工作去，不工作你就赶紧给我滚出去。方圆圆被说得脸色涨红，碍于婆婆强硬的神色，什么都不敢说，赌气的要回房。等下把客厅收拾了，乱糟糟的像什么样子？之前说我不堪忍受要起义，还没等我反抗呢，婆婆对我的态度就大变样了。果然懦弱的人没有好果子吃。婆婆还从网上订了很多我爱吃的零食，以前婆婆总说垃圾食品，阴阳怪气的讽刺只有穷酸的人才吃，现在她跟着我一起大快朵颐，真爽，能吃这些高热量的美食真是太爽了。她享受地说，她带着我去最时髦的服装店买当季新款，连她一生都很抗拒的高档化妆品也成箱给我买，甚至去做了 SPA 美容，做了头发，变着法的打扮我。婆婆家虽然有钱，但她之前是个古板传统的老太太，并不大手大脚花钱。大学时我也算是小班花一枚，化着漂亮的妆和方正谈恋爱，但结婚后因为婆婆不喜，我逐渐素面朝天，日复一日的混着油烟，为这个家忙前忙后。一番拾掇，我变回了从前那个漂亮精致的我，这才像是年轻小姑娘。告诉你，像方正那样肤浅的男人，你要学会死死抓住他的心。婆婆拉着我的手，反复打量我，满意的点点头。方正见了我的变化，对我明显热情了很多，天天主动往我被窝钻。这2天在婆婆的教育下，方圆圆再也不敢对我大呼小叫了。现在家里的家务都是她和方正干，她也开始学着做饭，只是做得格外难以下咽。婆婆就偷偷带我和甜甜出门吃大餐，别想糊弄我们，想着故意做得不好吃你嫂子就做了。我告诉你，没门！一番话给方圆圆气得吹胡子瞪眼，乖乖提升厨艺，连带着亮亮也乖巧礼貌了很多。这天我刚把甜甜哄睡着，待在儿童房里，听见客厅里传来争执的声音，我趴在门边悄悄地看。妈，你就给我点启动资金，你不是一直让我去找工作吗？方圆圆摇着婆婆的手臂撒娇道，你张口就要50万，还是和外人创业，你有那脑子吗？被人骗了都不知道。婆婆一口驳回，那怎么就是外人了？罗燕姐，她离婚了，还带孩子，多可怜啊！你当初还一直要撮合哥和她呢。你闭嘴！我告诉你，别人不行，罗燕更不行，她可怜什么？被人当枪使了都不知道。你要是领着罗燕接近你哥，我就打折你的腿。婆婆如临大敌，罗燕姐怎么了？再说你给叶青最近花了这么多钱，我创业也不支持我，你就是偏心。对，我就是偏心，所以你赶紧老老实实找工作去，不然这个家我也不让你待，你和你哥不就盯着我手里这点家产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些全是你嫂子的，你们一分都别想动。婆婆油盐不进，妈气得方圆圆直跺脚，摔门回了房，留婆婆一人在客厅里沉思。对了，婆婆手里还有5套房子，我嫁进来之前明确说这全是老方家的，和我没有半点关系。方正和方圆圆也一直很听婆婆的话，就是为着这点家产的缘故。听了婆婆的话，我受宠若惊，缩回了屋子。婆婆怎么像突然变了一个人？我本来盘算着和婆婆关系缓和一点，正巧现在美容行业盛行，我也想出去创业，挣点钱。轻轻的敲门声响起，小青，甜甜睡着了吗？我连忙翻身下床，刚睡着。妈，有事吗？你来我房间。来到婆婆房间，环视着宽敞明亮的大屋，以前我都不敢进这个屋子，婆婆不让。此刻婆婆似是想了很久，语重心长道，小青，除了写小说，你还喜欢什么？我思来想去，你应该出去工作，这样即使方正变心了，或者我将来不在了，你也有个安身的本事。变心？我哑然失笑，有这么说儿子的亲妈吗？妈，我喜欢化妆品，我想先去美容院从学徒做起，然后攒一点钱，也开个小美容院。沉默半晌，我缓缓说，那你要当学徒几年？太辛苦了。你有这想法很好，妈出资给你开个美容院。婆婆豪迈一挥手，我惊呆了，这截然不同的反差。不用，妈，这才刚过完年没多久，我想先了解一下市场行情再行动。我笑着开口，抬头却看见婆婆紧蹙着眉头，念叨着刚过完年，2月中旬。哎呦，我怎么把这茬都给忘了？婆婆猛地一拍脑门，怎么了妈？你忘了什么？我不解。青啊，你和你爸妈联系了吗？
婆婆紧紧抓住我的手，似是很急迫。我嫁过来后，婆婆不喜欢我爸妈乡下人的身份，不喜我回去，我惦念老两口，所以我总是偷偷和我爸妈联系。说起来，我也挺不孝的，这一大家子人离不开人照顾。结婚4年，我和方正就带着甜甜回去过一回，前2天打过视频。怎么了吗？你现在就给你爸妈订来这最近的机票，一刻都不能等。婆婆急吼吼地说。为什么？别管为什么，你就说我想他们了，快啊！我先给你打2万，快点啊！说完，见我还傻呆着不动，催促道：哦，好。我回过神来，连忙给他们打电话订票。随后他自己拿起手机，刘院长啊，我是纪红英，有个手术能不能？极少看婆婆这样低三下四求过谁，我非常疑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还让我父母大老远的来？第2天下午，我父母就风尘仆仆的赶到了，他们来的匆忙，但还是提了一大袋子属于我家乡的特产。见到久违的父母，我内心酸涩，亲昵的拥住了他们。亲家呀，来的匆忙，带了点特产，你放心，全是健康绿色产品。我父母转头对着我婆婆说，大哥大姐，先别顾着这些了，我约了医院的体检，你俩赶紧跟我来，尤其是大哥。婆婆打断了寒暄着的老两口，我内心沉到了谷底，果然还是看不起乡下人，连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。我们被婆婆强硬地拉到了医院，婆婆着重要给我爸检查脑部，检查结果一出来，我爸就被医院强制留院，竟然是脑梗。医生说幸亏检查及时，要不然有严重的生命风险，犯病了人很可能救不过来了。婆婆忙前忙后，眼都不眨的交了20万的手术费，手术直接定在了明天。之前婆婆找的权威医生也亲自为我爸操刀，我和我妈蹲坐在手术室外，顿感天旋地转。昨天还和我谈笑风生的人，此刻却被手术室的门隔开来。婆婆赶来我身边坐下，宽厚温暖的手握着我，安慰着我和我妈，放心，刘院长非常权威，一定会没有事的。婆婆的声音像是主心骨一般，给我吃了一剂定心丸，手术非常成功。多亏了我婆婆提前约好大夫，要不然我爸恐怕难过这一关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刘院长非常难请出山，但他是做这个手术的权威专家。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，我婆婆舍着老脸求了半天。这些天忙着照顾我父母，我抽空回了一趟家，拿了点生活用品。一进门就看见我婆婆拿着老花镜，对着电脑在研究美容方面的问题。看着婆婆的背影，我的内心五味杂陈。精致的老太太，她也老了呀。听见声响，赶紧跑到门口对我嘘寒问暖，回来了，小青瘦了这么些，等亲家好了，妈好好给你补补。妈，谢谢你。我眼泪不争气的掉了下来，要是没有我婆婆，20万的手术费我根本就拿不出来。傻丫头，跟妈说什么谢不谢的，这都是妈应该做的。你爸你妈都是好人，你就安心照顾他，妈给你都研究好了，等你爸康复，咱就开店。您不嫌弃我们是农村人了？看着婆婆的变化，我还是没忍住开口问道，什么农不农村人的？你要知道，不是谁都能在落魄时拉一把手的，雪中送炭才是真情。而且他们养出你这样的女儿，他们的人品也肯定错不了。我听得云里雾里，这到底是在夸我爸妈，还是在夸我婆婆自己？我父母出院后，淳朴的农村人眼含热泪，连连握着我婆婆的手感谢，谢谢亲家的救命之恩，我姑娘嫁了个好人家。你放心，手术的费用我们一定还。我婆婆一把握住他们的手，亲家，这钱不用你们还，你们把叶青嫁到我们家，已经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了。当年没给叶青彩礼钱，这是我心中愧疚难安。这有张卡，里面有点钱，就当是叶青这些年应该孝敬你们的。婆婆说着，递出来了一张银行卡。我父母已经受了婆婆这么大的一个恩惠，坚决不要这张卡。我婆婆见状，思索片刻道：那行吧，亲家，我听小青说你们是不是要承包果园？对，是有这个打算。我一怔，我好像没说过呀。我父母也只是在和我视频时提了一嘴而已，不要承包南山那片果园了，那里的土质不好，做果园只会年年赔钱的。我父母和我惊讶的对视，信我的话，收购西郊那边的，那里马上要建成水库了，果子长势肯定会好的。您怎么知道？我疑惑地问。我有个朋友在那边。婆婆含糊其辞。我婆婆神通广大，连我爸的病都及时预防了。承包果园的地点让我爸妈深信不疑，没想到几年的时间就赚得盆满钵满。我父母笑得乐开了花，天天在家里数钱。当然，这都是后话了。送走我父母，婆婆和我一起开始了创业生涯。年近60的她也跟着我起早贪黑的选货、打包，事事亲力亲为。之前方圆圆朝婆婆要创业资金，婆婆没给，她本就生气，看见婆婆整天因为我的美容院忙得热火朝天，她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加上婆婆非常戒备罗燕这个女人，方圆圆想跟着罗燕出去打拼，都被婆婆拼死拦了下来，弄得她无可奈何，只能找了个销售的班先干着。但她满腹怨念，在家里再也不和我们说话。我也问过婆婆，为什么那么提防罗燕？那不是她好闺蜜的女儿吗？婆婆只是嗤笑一声，说她心术不正。这段日子因着我的变化，我和方正的关系越来越好，像当年谈恋爱一样。婆婆却时刻叮嘱我，女人不要恋爱脑，目光放长远看，只有牢牢握住的钱才是你的安全感。在美容院渐渐步入正轨时，我和婆婆也得以喘息，在家里歇息。方正工作特别忙，这天她下班带回来了一个女人和孩子，说是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，走投无路来找的方正。婆婆这些日子累极了，年纪大了力不从心，正在卧室里沉沉睡着。我把他们迎进门，女人鼻涕一把泪一把和我哭诉自己的不如意，一个离婚带孩子的女人，还被婆家卷走所有的钱赶了出来，听着我都于心不忍。方正左右为难，和我商量，老婆，要不然就给她在你的美容院安个职务吧。女人一听，连忙握住我的手说，我什么都能干，嫂子收留我吧，我真是太惨了，我正在犹豫呢。方圆圆下班回来了，
见到女人，她惊喜地叫出声：“罗燕姐，你怎么在这？”我愕然，原来她就是罗燕。方圆圆亲热地拉住了她的手：“罗燕姐，上次没能和你一起创业，你别生我的气。你现在生意做得怎么样啊？能不能带着我一个？”方圆圆缠着罗燕问这问那。罗燕脸上划过一抹难堪，正搪塞时，婆婆醒了。婆婆此刻面色不善，指着门口对罗燕说：“出去，谁让你进来的？”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方圆圆和方正同时喊道。罗燕震惊地看着婆婆，眼泪掉下来了。伯母，你怎么了？你从前可是最疼爱我的，从前我脑子有病，你别跟我这老太太计较。我现在给你点脸，离我们家越远越好。婆婆冷漠道。伯母，我没家了，您从前和我母亲关系最好，我求求您。罗燕还在哭泣着哀求，她不懂怎么从前最喜欢她的伯母，如今这么不待见她。看着她可怜的样子，我动了动嘴唇，开口求情道：“妈，要不然小青，妈之前怎么跟你说的？”婆婆立刻打断我，我站在那不说话了。婆婆时刻要我提防这个女人，但方正工作一直很忙，除了家里，她基本就待在公司。婆婆见大家都被罗燕打动，转头回屋拿了好几张文件和照片甩在了地上。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，识相的最好滚远点。婆婆嫌恶撇过头去，罗燕的表情可谓是变幻莫测，从大惊失色到羞愤。不顾方圆圆他俩的阻拦，什么话都没说，领着孩子直接夺门而出，留下我们三个面面相觑。捡起地上的东西，才发现是罗燕的离婚判决书，还有和各种男人厮混的照片。她好赌，夫家忍无可忍和她离婚，把离婚赔偿款挥霍干净了以后，就开始各种钓凯子，欠了一屁股债。她确实是走投无路了，于是盯上了方家，想从方圆圆这儿骗取创业资金来还债。过后大不了就说创业失败了，见方圆圆行不通，联系我婆婆又没有回应，才去方正公司门口连蹲了他好几天。方正于心不忍，把他带回了家。他根本不是被夫家赶出来的，他竟然骗我，幸亏妈你拦住了我，要不这50万不都赔进去了。方圆圆愤愤地说，他现在怎要变成这样了？方正皱紧了眉头，原来我婆婆第一次和我说时就暗中做了这些事。我婆婆冷哼一声，听我的没错吧？要不你被骗的衣服都不剩。方圆圆连连点头，对，妈你太机智了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差点被骗走这么一大笔钱。方圆圆对婆婆的敬佩之情到达了顶峰。婆婆话锋一转，对方正说，还有你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我现在把话撂在这儿，你要是和小青好好过也就算了，你要是胆有什么歪心思，你就净身出户。妈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能有什么心思？我就是可怜罗燕才，人家的段位你玩不过，人家既然有把握让你带回来，就能算计到之后的每一步。婆婆的话不禁让我细思极恐，要是变化前的婆婆和方正以罗燕玩转男人圈的本事，那罗燕进我们家以后，下一步就是取代我。我不禁佩服起婆婆的智慧来，有了婆婆的大力支持，我的美容院越做越大，加上我看中了近年来电商行业盛行，把美容院的产品都放在网上直播售卖，我赚的钱甚至比方正工作这么些年赚的钱还多。方圆圆自从那次老实本分了很多，但她一直抱怨销售处处看人脸色，看她不顺心的模样，我干脆把她请来当直播间的售货主播。本来她就伶牙俐齿，干这一行她也很喜欢，做得风生水起，连带着对我也敬佩和亲密了很多。婆婆让她做饭和做家务，她也渐渐得心应手，不再像上一段婚姻里张扬跋扈，性格也变得温和。年末的时候还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春，可能是搞事业的女人最美吧。方正对我也越来越好，回家第一时间就跑来哄女儿。婆婆暗地里跟我说，把她的房子转到我名下。虽然方正现在一心扑在我们身上，但人心难测，如果他将来有二心，我也好有个保障。我推辞不过，只好收了。女儿也在这种家庭氛围里越来越活泼开朗。至于罗燕，杳无音信。最后一次得知她的近况是在东南亚，为了还债，她跟着几个男人上了船，没人知道她是死是活。几年后，再一次看望婆婆的友人因车祸离世后，婆婆落泪了。我从未见过她哭。回家路上，她久久无言。也许她是受到生死的震撼了吧。我想，良久，她靠着车窗，缓缓吐出一句：“对不起呀，小青妈。”我疑惑，婆婆浑浊的眼里蒙了点点泪光。妈从前对你做过那么过分的事情，甚至我只是你没有血缘关系的婆婆，你也对我不离不弃，我自己的亲儿子亲闺女都做不到这份上。妈想尽力弥补你，你是世上最好的儿媳妇。以前妈不敢提原谅，现在你能原谅妈当年那么对你吗？我皱眉，妈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不说我都忘了。这些年来，婆婆为我分担琐碎，为我的喜好全力支持，我们再也没有了分歧，因为她什么都听我的，她爱我甚至盖过了自己的亲生孩子。妈，您这么好，遇见您这样的婆婆，我很开心。我发自肺腑地说。婆婆释然地笑了，我看着她，感觉婆婆此刻一身轻松，我抱住了她，感受她身上的温暖。晚上，我照常哄睡女儿，女儿悄悄附在我耳边说，妈妈，我现在好喜欢奶奶，她对我可真好，但是以前她怎么不喜欢我呢？我笑了，捏了捏女儿的背角，那是因为以前奶奶不善表达，其实她很爱甜甜的。宝贝，有空的时候就多去和奶奶玩，好不好？女儿用力地点了点头。婆婆番外，我出车祸了，瘫了。我从没想到我的生活会如此一塌糊涂，我精明算计了半辈子，到头来落了这个下场。儿子离婚了，和我之前最喜爱的女孩子罗燕再婚，还卷走我的好几套房产。这个罗燕之前骗了我女儿那么一大笔钱，现在又来骗我儿子，可我不能动。儿子现在被那个女人迷得神魂颠倒，我闺女也不会伺候人，照顾了我几天就撂挑子不干了。可还有一个人，我最看不上的儿媳妇，我每天恶语相向的儿媳妇叶青。她在得知我无人照拂后，尽心尽力地伺候我，看着她日复一日忙碌的背影，我的内心五味杂陈。我这辈子
做了很多错事，儿子固然有错，但如果不是我挑唆，怎么会成今天这个样子？如果不是我，叶青也早就可以实现她的梦想，而不是被我一个老太婆拖累。如果不是我溺爱，女儿怎么会嚣张跋扈，养得一身的臭脾气？如果不是我把罗燕带回来，怎么会家破人亡？归根结底，错都在我。趁着叶青出门买菜，我翻下床，长达数十年的折磨在这一刻淹没了我。我拼命爬到厨房，打开了煤气，刺鼻的气体逐渐淹没了我。失去意识前，我想，青啊，妈对不起你，再来一次，妈一定会尽力弥补你，全完完结。